当恶魔降临人间，开始普度众生，披着圣洁的外衣，谁又是真正可以相信？这是一部超大尺度的驱魔恐怖片，请艾特你的好朋友共同观看。尼根作为一名记者，总是希望搞个大新闻。这天在一个农场寻找新闻的时候，突然耳边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，可他询问旁边的人，却发现只有自己能够听到。顺着声音来到一棵枯萎的大树前，发现树洞里有什么东西在发光，他拿起来一看，是个身上缠着铁链的诡异娃娃，非常像是一种古老封印，上面记录了一个像是日期又不像日期的日期。February 31st, 1845。尼根瞬间想到一个制造大新闻的主意，他将瓷娃娃放在地上，一脚狠狠地踩了上去，娃娃破碎后又拍了几张照片，开局一张图内容全靠编。尼根题目都想好了，封印恶灵的法器被打破，恶灵重现人间，可他却没想到自己瞎编的内容竟然会成为现实。夜里尼根正打算开车回家，可就在这时，幸好车子躲避及时，没有人受伤，但白衣女孩却默不作声地走向树林，尼根紧随其后，竟然一路来到了他发现瓷娃娃的地方，而且看到女孩跪在树下不停地祷告。My soul to you. I pledge my soul to you. 他好奇地走了过去，拍了拍女孩的肩膀，女孩突然昏了过去。如果不是知道在拍电影，尼根都不敢扶。现在四下无人，尼根只能抱着她，寻求神父的帮助。女孩名叫爱丽丝，小名梅娘，自幼父母双亡，是神父哈根抚养长大的。尼根明明听到了她在树下祷告，却看到爱丽丝在和医生用手语交流，这让他感到十分的奇怪。询问医生后才得知，爱丽丝是先天性的聋哑人。尼根再三确认，从医生的表情看出并不是开玩笑，但一个聋哑人又是如何开口说话的呢？尼根职业让他觉察出其中有着非常好的新闻热点。第二天他便来到教堂，时刻注意爱丽丝的动向，果然出现诡异的事情。就在神父祷告时，爱丽丝突然听到有人在叫她的名字，随后便目光呆滞地走了出去，其他女孩也紧随其后。众人来到了枯树的旁边，爱丽丝呆立地站着。就在哈根神父靠近的时候，下一秒她竟然开口说话了。 The lady has an urgent message for all of us. She wants us to come again tomorrow. She says her name is Mary. 爱丽丝声称看到了圣母玛利亚，哑巴开口说话，不是奇迹就是诡异，但都会是个大新闻。尼根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，很快报道了此事。圣母显灵的事情吸引了很多身患疾病的人，尤其是一个瘫痪多年的男孩，在爱丽丝祈祷后竟然站了起来。目睹这个事情的吃瓜群众纷纷跪倒在地，祈求圣母庇佑，但他们却不知道，就在教堂里的圣母雕像留下了2行血泪。如此神奇的事情也引起了梵蒂冈总教的注意，甚至将农场划为了圣地，枯树也被保护了起来。而在尼根的刻意引导下，新闻便迅速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，而爱丽丝更是成为很多人的追捧对象。相信圣母显灵了，但也有些人认为圣母应该老实待在家里，因为出现光的地方黑暗也会到来，这里会发生可怕的事情。果然不出意外的出了意外，爱丽丝的养父哈根神父一直患有心脏病，在一次做祷告时突然发病，眼看已经无法呼吸，爱丽丝急忙祈祷，将手放在哈根神父的身上，一瞬间哈根神父竟然恢复了过来。可就在这时，他看到在爱丽丝的身后出现了恶魔的影子。哈根神父虽然被治愈了，但他的心里总是隐隐不安，为什么会出现恶魔的影子？为了弄清楚事情的真相，哈根神父找到了那棵枯树，在下面找到了被踩碎的瓷娃娃，却不知道他已经被恶魔盯上。为了了解这个瓷娃娃是什么，神父去档案室查找资料，在一本古老的书籍上记录着恶魔的来历。恶魔当然不会让他破坏计划，一直在旁边监视着。而另一边，尼根为了了解爱丽丝的过去，找到了曾经给爱丽丝看病的医生。聊着聊着，尼根说起了自己发现的瓷娃娃。医生表示也听过瓷娃娃的传说，瓷娃娃本是吉祥之物，可以带来好运，也可以封印恶魔，而上面会写着一个不存在的日期，希望将恶魔永远困在里面。但他们都只认为这仅仅只是个传说。可就在晚上，尼根睡着的时候，梦到了天空变成了血红色，在一条河流之中出现了恶魔的身影。尼根醒过来后，第二天他和医生在树林散步，却意外发现了梦中的那条河，总感觉河中有什么东西。尼根蹲下来查看，河面却不断的出现气泡，他的心里隐隐不安。另一边，教堂果然出事了，
哈根神父正在接受别人的忏悔，可随着女孩的讲述，灯光开始不停的闪烁，神父表情逐渐变得恐惧。You discovered the truth at the expense of your life. Satan, he gave me the power to perform miracles. 显然旁边的正是恶魔，在巨大的恐惧压力下，神父走出了忏悔室，却看到恶魔显出了身形，在冷冷地注视着他。神父想要逃走，恶魔直接扑了过来。等到胡子哥赶到教堂的时候，神父已经被吊死在房顶，但因为没有其他的线索，只能被认定为自杀。然而胡子哥却不这么认为，毕竟自杀在教义中是一种罪孽。当他产生怀疑的时候，也被恶魔盯上了。晚上尼根回到家，恶魔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身后，可瞬间又消失了。意识到神父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，他第二天找到了医生，两人一起前往教会的档案室，希望能查出点什么。在一个桌子里面发现了一些资料，上面有恶魔的秘密。原来爱丽丝并不是第一个能见到圣母的人，在1845年有个名叫玛丽的女人竟然见到了圣母显灵，并得到了启示，只要将心交给她就会得到治愈。但教会很快发现他是撒旦的信徒，被欺骗后的愤怒使得村民将玛丽扔进了河中，随后又制作了一个和圣母相似的面具，镶嵌在她的脸上。在教会的带领下，把玛丽绑在一棵古老的橡树下，活活的烧死，并将她的灵魂封印在了瓷娃娃里面，直到多年后被尼根无意间破坏了封印，将恶魔再次释放出来。因此现在的爱丽丝并非受到了圣母玛利亚的召唤，而是被恶魔所诱惑。当尼根意识到真相时，危险也悄悄地降临，一阵阴风吹了进来，身旁的白布不断地摆动。尼根以为是恶魔在下面，缓缓地走了过去，拉下了白布，幸好只是耶稣的雕像。可就在他松口气的时候，好在尼根有着主角的光环，及时逃了出来。为了揭露了恶魔的伪装，尼根联系了教会。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，主教对这个事情十分清楚，也知道爱丽丝是受到了恶魔的蛊惑。但主教并不想拆穿这件事情，只因为教会也获得了大量的信徒，甚至爱丽丝能够出名，还有着教会在幕后推动。无奈之下，尼根只能自己想办法阻止事情的发展。当他在档案室查看资料时，发现了一个更大的秘密：玛丽在被抓之前生下了一个婴儿，而爱丽丝正是玛丽的后代。他和恶魔达成了契约，将会在爱丽丝身上重生。就在这时，房间内响起了破碎的声音，尼根发现是圣母的雕像在不断裂开，随后一声炸，玛丽出现，扑向了尼根。幸好一名梵蒂冈的神父及时赶到。神父试图用十字架驱魔，但玛丽十分强大，圣经上面的字全部融化。随后神父爆发出一声怒吼，暂时驱散了恶魔。神父决定在耶稣雕像面前将玛丽再次封印进瓷娃娃中，拿出一根特制的火柴点燃了圣。可惜这个火不防风，连续被玛丽吹灭2次。当神父再次点燃的时候，大火竟然点燃了十字架。就在三人震惊之际，十字架砸了下来，将神父压在下面。现在能够驱魔的神父已经不在，武力已经无法制服恶魔。当尼根从教堂出来后，才知道为什么玛丽这么强。原来外面正在举办一次大型盛典，玛丽获得了信仰的加持。 Look at all these people praying to her. She's feeding off their faith, growing stronger. What destroys faith? Doubt. Doubt weakens faith. Doubt leads to damnation. 尼根想到玛丽重生需要众人的信仰，两人急忙赶去了会场。在爱丽丝的洗脑下，民众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恶魔。就在众人即将献祭灵魂的时候，尼根赶到后告诉众人一切都是骗局，新闻上的内容是他编造的。尼根这么做是为了让大家产生怀疑，因为玛丽通过洗脑获得的信仰并不牢固，她的弱点就是怕被怀疑，一旦怀疑，信仰就会坍塌。这时医生也在用手语向爱丽丝传达事情的真相。当得知养大自己的哈根神父也是被玛丽所害之后，爱丽丝瞬间清醒过来。They must pledge their souls to me, or you will never speak again. Mr. Fenn is telling the truth. Mary isn't real. 众人的怀疑让信仰消失，后面的枯树自己燃烧了起来。这一幕引起了大家的恐慌，原本被治愈的病人也恢复成原样。眼看大家四散而逃，愤怒的玛丽忍不住显出身形，从火焰之中跳了出来。在大主教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议长结束他的性命。
尼根与爱丽丝匆忙逃离，但玛丽又怎么会放过坏她好事的人，挡在了他们的前面。就在玛丽举起魔杖对尼根痛下杀手时，善良的爱丽丝挡在了前面，被打了重重的一掌。玛丽亲手杀了自己的后代，也断绝了复活的希望，逐渐化为了飞灰。尼根抱着没有生机的爱丽丝，虔诚地向上帝祈祷，希望拯救爱丽丝。